今天这个餐厅啊，最好别开车来，车开不进来，在胡同里。北京的胡同就长这样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都是平房。进来了啊，里边弄得挺棒，小四合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家餐厅呢，叫寻厨，主打的是浙菜，套餐制，有不同的档位。我选的最贵的呢是2880一档，算上服务费应该是3000多。剩下的档位是多少钱？有1480、1880、2280和2880，4个档，总共4个档。先尝尝它这个松茸黑松露16包，很漂亮。上边的这个黄色的呀，就是鲑鱼子，比较小粒的那种鲑鱼子，尝尝好不好吃？吃不出来黑松露味儿啊，很香啊，但是有点咸。如果这个皮儿变成饺子皮的话，像是在吃一个凉饺子。接下来呀，我要尝尝鱼生，我就不用公筷了啊，咱俩不这么讲究了。因为有主观因素啊，我就太喜欢吃这种中国的这种拌鱼生的，这个好吃，就是这个味儿，鱼肉软软嫩嫩，又有嚼劲，配合上各种的这个配料，加上它倒的这个酱油，没有芥末的窜鼻，主要是蒜香、姜香，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香，好吃。这个基本上餐厅如果有这个鱼生，我肯定点。接下来呢是法国葱油鸡在里边，弄点葱，这个一大口。这不因为我今天嘴里没味儿啊，我吃这个感觉也有点偏咸了。鸡就是鸡肉的味儿，葱就是葱的味儿嘛，整体是咸口的，我的评价是一般。接下来是我除了鱼生最期待的10年花雕小青龙，青龙非常的饱满，而且是熟醉啊，不是生醉，熟醉，肉是白色的，要是生的它是半透明的。这个就看它入不入味儿了啊！我觉得应该完整的，或者说切成块儿更方便吃。这样的话呢，还得假模假样的，叉子往这一插，用刀切一块吃。尝一口虾头连着虾黄的部位，我靠，这个巨好吃！前边的给我一般的感觉，这个熟醉小青龙瞬间就给我拉回来了。花椒味儿、话梅味儿，甜度特别的合适，腌的也非常的入味儿，尤其是刚才虾头连着虾黄的部位，吃进嘴里满口留香。它这个虾黄腌完了，太实味了，好棒啊！最后这个虾尾也吃了完了。这好香，越嚼越香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一道热菜，金钩鱼翅配这个黑醋栗儿。这个调味非常合适，鱼翅感觉有点少，胶质感满满，非常的浓郁醇厚的味道，没什么特别可说的。相比较一般餐厅鱼翅配的红醋，它这个黑醋更甜，而且这个醋粒儿不会让整个的这个鱼翅汤都变得有醋酸味儿，这么搭配也挺好吃的。其实鱼翅呢，我觉得吃的就是胶质感，也光说口感跟粉丝儿的差距不大。我们尝尝它这个梅鱼春卷，上边磨的碎芝士，这个有一说一感觉是不是有点塌呀？形状不是很饱满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它这个春卷皮脆的不够均匀，一面非常的脆，一面有点面不唧唧的，可能是我那个春卷单独的问题，还是人家故意这么弄的呢？我再尝一个，
味道是特别香，配上它这个芝士，奶香奶香的，加上它里边这个鱼啊，又鲜又香。就这样，它这个春卷皮有点拉了，加上里面这个鱼肉特别的鲜，口感很好。但是整体的话，我觉得一般，要不然可能就是它的春卷皮弄得太薄了，不够脆。整体光说味道的话，倒是挺香的。好啊，下面一道是鱼加蟹骨酱，用的东海梭子蟹，这看着太棒了，这家伙大蟹黄，据说这个蟹壳很薄。一嘬1米1克，蟹就下来了，这太好吃了！葱姜调味儿酱的这个蟹，上面勾芡的这个汁儿有点微甜，然后蟹肉饱满，蟹壳很薄。虽然它把蟹身剁碎了，并没有把蟹肉抠出来，但是整个搁嘴里一抿，这个蟹壳就完整的出来了，吃起来很方便。我太想念那个蟹了。我跟你说，吃螃蟹的人，这个调味太绝了，蟹的品质也好。其实葱姜炒的这个蟹这个做法，太多地方都有了哈。对。但是这个就能让你觉得很惊艳了。对。它做到极致了，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，味道咸淡甜度特别的适中，然后蟹本身的品质又高，蟹肉饱满，这是一道完美的葱姜蟹炒。接下来是日本极品糖心鲍，这个鲍鱼如果它要是做的很棒的话，品质 OK 的话，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餐是挺值的。你别看螃蟹不值钱，那个鱼生什么的就很普通的食材，但是它有横货。不过就得看看它这个鲍鱼的品质了，非常的软嫩，糖心不明显，并且个头不大，直接尝一口。非常非常的不错，反正我觉得是我吃过这种干鲍中算好吃的了，味道很浓郁，然后这个鲍鱼发的 Q 弹 Q 弹的，干鲍发完了之后能做到这种又嫩又弹不容易，可以，除了鲍鱼小了点，但因为要是再大两头的话，那一定不是这个价钱了，好吃，这个鲍鱼非常好吃。如果硬要说去对比的话呢，这个比一般专门吃干鲍的店啊，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就是它的做法，还有它发制的这个功夫很到位，除了本身个头小了点以外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好吃。加烧野生大黄鱼。咱也是在这个新荣记花好几千点过一条这个野生大黄鱼的人，看看区别在哪儿啊？其实这条鱼不大，你知道吗？它做完给你切完，显着大，也不小了，也不小，对。但是大黄鱼的价格1分大，那价格不是贵1分的，是几倍的涨。其实如果要是不到1斤的大黄鱼，也没太多钱。来个鱼腩的部位，蘸点它这个汤尝尝。爆粗口了，比嫩豆腐还嫩，太嫩了，而且它嫩的同时不会说特别的松垮，到嘴里就化了。这个是嫩的同时，到嘴里就化了。我靠，贵有贵的道理。它那个鱼精华是什么？鱼肚。你没有啊？我好像就只有1份。给我了，他怎么知道我今天掏钱呀？这个鱼唯一的遗嘱，这个我们2位里边只有1个人有啊。你要派一点，我不吃。你要派一点。这得让小文哥来评价，你知道吗？他吃鱼吃的多，其实我吃鱼很少，我对鱼不大感兴趣。不过确实能吃出来鱼与鱼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的大。这个黄鱼太惊艳了，这个鱼里边的最精华的部分小鱼肚不大呀，哇，好香啊！口感就跟年糕似的，有一丝丝的微苦。
忘了介绍了，鱼胶来了，赤汤扣鱼胶。这汤我感觉有点偏咸了，但是鱼胶也是品质相当的高啊，吃进嘴里黏糯，胶原蛋白拉满。因为鱼胶本身呢，它没有咸淡味儿，导致这个汤我感觉还是有点过于咸了。他们家感觉整体这些菜都是口味比较偏重，口淡的人来这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重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提前跟这个预定的服务人员打招呼，让厨子给你做的时候稍微做的清淡一点。那接下来赶紧再尝一尝它这个文火煨的牛小排，这感觉看上来就是跟糖醋排骨似的啊，肯定是甜口，不用说，尝一尝。甜口，牛味特别的香，一口就能吃出是牛肉的味道，然后就是甜咸口的，也挺好吃的，没什么可多说的。好啊，说话间最后一道青菜，还有最后一个主食脱骨甲鱼焖米饭也上了。中餐炒菜呢，能炒好吃，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炒完这个菜很立体，很有质感，不会趴在这个盘子上那么一摊，而是能支棱起来。它这个火候也是把握得很好，很清脆的同时呢又熟透了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然后就是它这个脱骨甲鱼焖饭，这看着太横了，我感觉晚上吃完得流鼻血。甲鱼呢都帮你剔干净了，全是脱骨的，有甲鱼肉，有它的大裙边。尝一口这个米饭，哇，还挺辣的哟！吃进嘴里第一感觉呢，很糯，很粘嘴。米饭呢，因为是石锅刚才上来的，最外边一层呢已经变锅巴了，脆脆的，香香的。然后焖这个甲鱼呢，很烂乎啊，甲鱼做不好是那种特别死，嚼不动。它这个呢挺烂乎的，但是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么辣，它里边搁的是青辣椒。这个我觉得，他虽然事先问我有没有忌口，我说没有，但是这个辣度是比普通的微辣要更辣一点的。我觉得要吃不了辣的人，这个够呛，但是我吃着很爽。好啊，那咱们就不多废话了，菜也上完了，最后就剩个甜品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干杯！咱们开吃，吃完技术总结，干杯！OK， 吃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没有吃完，最后得打包带走了。咱家这个菜量确实有点大。最后做总结的话呢，就是一上来的10年花椒熟醉小青龙，还有中间的姜葱炒的梭子蟹，还有它那个日本糖心干鲍啊，这3道菜啊，它的处理还有出品，我觉得真的是超出预期了，感觉有点完美，挑不出任何毛病。然后让我感到不行的呢，就是一上来的跟饺子似的黑松露松茸石榴包，还有它的法国葱油鸡和它那个春卷，感觉出品不是很到位。还有没提到的呢，我感觉就是非常对标今天这个人均价格的出品，甚至我觉得2个人啊，人均3000，算上服务费，这一顿下来还挺值。因为我感觉在同等价位的餐厅，同样的价格，这一套真下不来。OK， 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就关注，下期再见。